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罗北美，我是高亮。今天要带你们体验的就是全新在美国刚刚换代的30的欧蓝德。那其实这个欧蓝德呢，跟奇骏这两台车啊，他们现在都是在一个全新的、同样的一个平台，但是呢，除了长相不一样啊，他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，就是奇骏是5座的。这个欧蓝德呢，有且仅有7座的版本，应该在国内很大概率30还是会使用这一台4缸发动机。所以说，今天您不管是老的欧蓝德的粉丝也好，或者是您不喜欢那个3缸的奇骏也好，您都应该多看一看这台全新换代的30的欧蓝德。那首先从外形上来说呢，奇骏啊，新的奇骏看上去比较稳重，这个新的欧蓝德呢，真的看上去设计方面非常的大胆啊。首先这发动机盖你可以看到2个非常突出的金线，再往下来这个字母的排列，我现在把它这个遮住，是不是有点这个路虎的感觉啊？这个车头虽然看起来很新，但是这样的一个横纹的设计，这是非常30的一个设计，并且啊，它的这种横线的设计呢，也会让整个车头看起来更加的宽，更加的壮实。然后整个车头呢，是用一个电镀啊，类似于 X 型，把这个上下的头灯呢做了一个区分，并且在这个电镀条的一边呢，还有一个 LED 的灯带。所以说这个车啊，在晚上出现在后视镜里的时候，它的辨识度是非常强的。那来到车身侧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整个车身侧面的这2条线条，整个肌肉感非常的强，是拼命的想要迎合年轻消费者。轮子呢，原厂标配的是18寸的，这个顶配车型呢配的是一个20寸的轮圈。转向灯呢是在这个后视镜上，并且呢还有一个摄像头在这边。车身的尺寸呢，长宽高分别是4680、1860、1747，轴距呢是2705。都要比老款大了不少。那来到车尾呢，相对于这个车头啊，非常夸张、非常大胆的设计。其实车尾的设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，而整个看它的这个尾灯的感觉呢，还有一点那个宝马 X5、X6 的尾灯的感觉啊。再往下来呢，它的左右这2块并不是排气啊，真正的排气是隐藏在下面的。然后现在这个换代的欧蓝德呢，全系都标配的是电动的尾门，并且这个尾门开启的速度真的是特别快。现在你看到呢，就是它第3排打开的一个状态，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储物空间，然后底下呢还会给你额外的多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。这样一拉，把第3排放倒，这边呢一扣，第2排放倒。放倒之后啊，它的这个空间是要比像 CR-V 啊或者森林人啊都要大得多得多的，在同级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对手。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车内啊，上一代的欧蓝德那是出了名的糙，但是这一代欧蓝德啊，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它的内饰整体的设计是那种比较简约的风格，但是呢，它的用料啊，包括这些缝线啊，一看这个档次啊，都要比上一代的强了非常多。而且坐进来之后呢，你会感觉到它的空间也要大了很多。再往下呢，仪表是12.3英寸的数字仪表，中间这个人交互系统啊，普通的是8英寸的，你像这个顶配车型呢，就是一个9英寸的。再往下呢，整个空调的控制区域呢，全部都是这个旋钮啊以及物理按键，并且呢，它这个是3区的自动恒温空调啊。再往下来，一个 Type-C 的充电口，一个 USB 充电口，再给到你一个点烟器。这个高配车型呢，还会给到你一个无线的充电。再往下呢，这台车呢，它本身是基本款是前驱，然后你可以选择4驱，像这个顶配车型呢是配备4驱的。在4驱这边呢，它会有一个各种模式的切换，比如说像普通模式啊、节油模式啊，还有泥地模式啊、雪地模式啊等等等等。但是呢，它的这套智能4驱系统呢，并不是说真的是让你去做很极限的越野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去想以前的那些山猫啊那些车，这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这个方向盘呢，整个握感非常舒服，然后后面有2个拨片，同时呢，方向盘也是标配带电加热的，前排座椅呢也是带电加热的。乘坐的体验，以前的欧蓝德呢，真的是感觉坐的就像一个小板凳一样啊，但是现在这个又软，然后呢左右的又够宽，并且呢，支撑还不错。所以座椅这方面我还真的是很喜欢。坐在这个车里之后呢，就会给你有一点点快捷的感觉，因为它的纵向的空间，整个的乘坐的体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现在我们去一下它的第2排，这个第2排啊，欧蓝德的第2排以前是有很多问题的，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改进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全新的欧蓝德的第2排啊。
首先从上面来看啊，是顶配车型，所以说有一个巨大的全景天窗，然后再往下来呢，这边是手动的遮阳帘，然后这个侧门啊，这个后面第2排这个门打开，几乎是一个90度，所以说老人呀、孩子上下车啊也都非常的方便。中间这边2个空调出风口，然后下面因为是顶配车型，它还有两边的第2排的座椅的加热，然后底下这边呢会给到你一个 Type-C 的充电口，一个 USB 的充电口。然后因为它是一个3排座的 SUV 啊，所以说现在呢第2排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前后滑移的，而且滑移的这个程度啊非常的大。你可以看到啊，173的身高，180斤的体重啊，头部空间戴着帽子有1拳，然后整个坐在这儿呢，整个座椅的坐垫的感觉很软，然后背部的支撑很足够，这一点都是要比上一代强的。然后前面的腿部空间呢，2拳啊还能多4指。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它的座椅虽然是4-6放倒啊，但是今天咱们说如果4个朋友一块出去玩，然后中间想拉一点长的东西啊，例如说雪板什么的，也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另外一个情况下就是，如果我们第3排坐的是成人的话，是什么样？那就请我们这个同事啊，当当小姐姐现在坐到第3排。那她一个成人坐好了之后，她的腿首先是肯定是要能放下的情况下，这个第2排啊就要往前来拉很多了。但是这个我觉得也还是 OK 的啊。但是如果说我的靠背还必须要调直的情况下，这个就很尴尬了。那我把靠背再调直了之后啊，你看我173的身高，戴着帽子已经开始顶脑袋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所以说这台车呢，第3排我自己个人的感觉，我觉得它肯定是要比没有强。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第3排放成年人的话，第2排的人真的是要挺受罪的了啊。那这台车呢，现在使用的是一台2.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，目前在美国也就仅只有这一个动力单元可以供你选择啊。最大马力呢是181匹，最大扭力呢是245牛米，0-100加速时间8.6秒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普通，但是要相比于它上一代的产品而言，真的是强了很多很多了。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模拟8速的 CVT 的变速箱呢，整个表现啊真的是很好，所以说这台车虽然马力不大，只有180多匹，但是开起来很跟脚，就是它不会给你那种要加速的时候啊，慢慢的攀爬，然后有的时候一换挡之后会有顿挫，都没有，就是它的油门是很符合你的预期的这种感觉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是跟新奇骏非常非常像的。但是这两台车呢，虽然是来自于同样一个平台，但是它们开起来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在底盘调教上呢，它们是各自分别来调教的。这台30开起来要明显的比那台奇骏在过弯的时候支撑性更加的好，然后整个车的侧倾也会更加的少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特别感谢啊这个 Punky Hills 的30今天把这台车借给我们拍。这个车呢，在美国的起始售价啊，其实真的是很便宜啊，25000美金，这个是要比奇骏还便宜1200美金的。然后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呢，已经选到了37000美金了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就是其实我们在试驾奇骏的时候，那台车就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，因为在这个价位能买到这样一个行驶品质、这样一个内饰的车，真的已经不错了。但是今天这台车呢，又多给了你2个座位，并且呢还又便宜一点。那好了，这期的罗北美呢到这儿结束了，我是高亮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